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地球超新鲜，游戏不新鲜，嘉宾太有料，综艺的生命力靠他们撑着。作为一档主打旅行与游戏结合的轻综艺，地球超新鲜自定档起就备受期待。节目的名字听上去颇有未来感，仿佛预示着一档耳目一新、摆脱内娱老套路的综艺新物种。然而，随着第一期上下集的完整播出，观众们一边在欢笑中吃下这顿下饭综艺，一边也开始忍不住吐槽：新鲜的是嘉宾们的表现，而节目组设计的游戏却新的一点都不够格。说到底，综艺节目真正的生命力靠的不是形式上的新颖，而是内容与人设之间的真实碰撞。地球超新鲜目前的成绩就是最真实的写照。超新鲜的壳装的是复古的内容。在如今国内综艺内卷严重、创意贫乏的背景下，观众对创新二字其实并不过分苛求，只要能在旧形式中玩出新花样，依旧能赢得掌声。然而地球超新鲜的游戏设置实在是太不走心了，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能让资深综艺观众立刻联想到前人之作，戴耳机听指令十几年前韩综完胜的桥段。第一期上中，嘉宾见面使用的互动方式是一人戴上耳机，听不见外界声音，另一人通过耳麦远程指挥完成某个任务。这种远程操控的玩法最早可追溯到韩综《我们结婚了》中 Super Junior 成员东海与利特的互动桥段，当时适用于制造恋爱教学的情境。这一设计的最大特点是参与者免责行为出格，既能突破社交尴尬，也能制造天然笑点。但在如今综艺已经发展到强互动、强游戏感的阶段，这种单点突发的设置显得略显陈旧，笑点也略低龄，难以支撑起整期节目的核心亮点。当然了，游戏曾经的经典，如今的滥用。紧接着的当然了，游戏更是让人一秒回忆起2004年 X-Men 的盛况。当年这一游戏凭借强烈的语言冲击和心理攻防，成为韩综的代表性名场面。后来国内节目如《快乐大本营》《奔跑吧兄弟》《我就是演员》等也陆续借鉴，玩法已是观众耳熟能详。地球超新鲜在形式上做了微调，由硬刚对方刺耳的评价变成互相夸奖，谁先笑谁输。这种降强度处理虽然更适合全龄段观看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原本游戏的张力与刺激，属于改良但不创新的典型。外国人唱中文歌靠语言障碍制造笑点的老把戏。第一期下中的让外国人戴耳机唱中文歌，由嘉宾猜歌词游戏，虽然初听之下设定独特，但本质上还是内娱早年常用的语音错位套路。像《天天向上》《非诚勿扰》《奇葩说》早期都曾使用类似手法制造语言混淆的笑点。这种设计的核心笑点是语言能力差带来的听感错乱，但如今观众已经看惯了高配版的语言类互动，比如脱口秀、模仿秀、冷笑话，单纯依靠口音障碍早已无法撑起整个综艺节奏。综上所述，虽然地球超新鲜的外包装做得非常精美，后期剪辑节奏快，特效年轻化，但在游戏内容层面却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新鲜感，更像是一次旧瓶新装的操作。嘉宾群像，他们才是这档节目真正的流量发动机。尽管游戏设置上略显掉队，但所幸的是，这档节目的常驻嘉宾实在是选得好。从影视老炮到综艺新秀，每个人都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入局，才撑起了这档节目的看点与生命力。龚俊，常在综艺观众笑点上的真性情小生。龚俊的综艺表现堪称惊喜，他不只是拥有好看的皮囊，更拥有极强的话题制造力，不卑不亢，
有梗敢说，对前辈既尊重又不失风趣，精准拿捏好分寸感。比如他调侃李乃文那句"想念你的味道"已经变成你的主题曲了，瞬间引爆全场。与女嘉宾王玉雯互动自然，不做作，这种大方不暧昧的男女嘉宾相处方式，反而更显得高级。李乃文，专业演员的综艺感觉，天生带梗体质。李乃文作为实力派演员进军综艺的代表，带来了超越预期的综艺感。他不像某些演员那样端着艺术家身份，而是完全放下包袱，全程投入。在模仿被杀虫剂毒死的害虫一段，他的肢体控制与表情细腻，效果十足，也从侧面展现出演员扎实的基本功。他和唐国强有些相似，都是用演技服务综艺的代表人物，只不过李乃文更年轻，身体力行感更强，综艺辐射面更广。刘宇宁，直播达人跨界综艺，网感、梗感双在线。刘宇宁是本季的隐藏惊喜，虽然此前并不以综艺闻名，但在节目中的表现却十分亮眼。他逻辑清晰，表述得体，擅长抛梗和接梗，能灵活处理多种互动场景。与黄景瑜类似，刘宇宁身上也有一种聪明又懂世故的气质，但又不过于张扬，非常有综艺共情力。他对话题的掌控和即兴反应，或许与他常年直播积累的镜头感密切相关。孙红雷，综艺熟将，但显疲态。作为综艺老司机，孙红雷的加盟本应成为稳住场子的定海神针，但在第一期中却略显懈怠，尤其在游戏环节的参与度不高，存在感不如以往。但他的演技依旧在线，尤其在害虫表演中展示的层级变化，为节目提供了另一种专业亮点。只是，相比于李乃文那种综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活跃状态，孙红雷在综艺中的投入感有所下降，或许是节目疲劳的体现，也可能是综艺红利期过去之后，他的定位需要转变。王玉雯，敢说敢做，不怕丑的女勇士。王玉雯的表现打破了很多人对女明星上综艺的刻板印象。她不怕出丑，积极互动，语言清晰，逻辑表达完整又不做作。她不走精致人设的套路，而是用真实赢得喜爱，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新一代女艺人中综艺素养很高的一员。如果节目后期能继续放大她在旅行、游戏中的真实反应与成长表现，她极有可能成为这一季节目的女性新标杆。陈赫，综艺惯犯，急需突破自我。陈赫是综艺里的老油条了，他的综艺感早已被观众熟知，但也因此陷入了审美疲劳。如果他仍然只是在节目中打打哈哈，随口 Q 两句，就容易沦为可有可无。他更需要在新节目中扮演起气氛制造者甚至流程推进者的角色，通过结构性设计去引导新人，制造互动点，这样他的位置才不可替代。陈星旭，最透明的存在，还在适应综艺节奏。相比其他嘉宾，陈星旭目前的综艺存在感偏低。他话不多，表现拘谨，在游戏中少有亮点。他在咖啡理论中的执念稍显好笑，在害虫表演中也略显用力过猛，整体而言仍处于新手摸索期。节目组若希望让他发挥更多，或许需要设计更适合他气质和节奏的桥段，否则他很可能成为最容易被替代的常驻嘉宾。综上所述，地球超新鲜虽然在游戏环节乏善可陈，但凭借嘉宾们极具个人特色的表现，依然撑起了观众的期待值。节目整体节奏明快，剪辑欢快，视觉包装时尚，是典型的下饭综艺代表。更重要的是，节目中体现出一种对群像表达的追求，而非单一流量艺人的包装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节目组在接下来的播出中能真正做出内容升级。
别再套用10几年前的综艺模板，而是发挥嘉宾特长，量身定制游戏与互动模式，让这档名为地球超新鲜的节目名副其实。毕竟，有趣的嘉宾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只差一个真正新鲜的舞台去承载他们的闪光。